有件事你的教練可能從来沒跟你說過，傳統深蹲幾乎不鍛鍊你的臀大肌。研究表明，深蹲激活股四頭肌的程度幾乎是臀肌群的3倍。你正在透支膝蓋和下背部，卻幾乎沒有激活你身體中最強大的肌肉群。大多數50多歲的人還在堅持做深蹲，他們會疑惑為什麼臀部感覺不穩，下背部總是疼痛，腿雖疲憊無力，但力量卻依然不足。問題不在於你的努力，努力與鍛鍊選擇更重要。強壯的臀肌不僅是美觀，強壯的臀部不僅僅是為了好看，它們是你整個下半身的主要減震器官。無論是你邁出每一步，還是上樓梯或改變方向時，你的臀大肌都應該先吸收衝擊，避免衝擊傳遞到膝蓋和下背部。當臀部肌肉無力時，衝擊會直接傳到你的關節，疼痛就是由此產生的。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裡，我將給你介紹5個無需器械的練習，直接針對你的臀部，增強保護膝蓋的力量，保護你的下背部，讓你行動如同年輕20歲的男子。不做傳統深蹲，不去健身房，沒有借口。讓我們從單側臀部訓練的王者開始，保加利亞分腿深蹲。大多數男人從未聽說過它和那些避免的人，這正是它如此有效的原因。傳統深蹲將負重分配到雙腿，讓較強的一側幫忙承受更多壓力。保加利亞分腿深蹲讓每條腿獨立發力，這意味着不偷懶、不代償，只針對真正需要鍛鍊的那一側臀部進行純粹的激活。力量與體能訓練雜誌的研究表明，單側訓練動作激活的臀肌纖維數量比雙側動作，例如深蹲，多達40%。但很多人沒注意到這一點。你的前腳位置決定了一切，把它移得太靠近長椅，那就是在鍛鍊四頭肌；如果把它往前移動得太遠，很容易導致髖屈肌受傷。動作底部時，你的脛骨幾乎保持垂直位置，這就是最佳點。這時候臀部才真正開始用力。許多男人不知道這個位置的存在，因為沒有人告訴他們。下面教你如何正確的設置：找一張沙發、一把椅子，或者一張高度在膝蓋和臀部之間的矮桌，距離它約2英尺站立，將後腳的頂部放在表面上，斜面朝下。你的前腳應該放得足夠前方，以確保下蹲時膝蓋不会超過腳趾。保持上半身略微向前傾斜，保持上身微微前傾10至15度，這是一種技巧。這個前傾不是錯誤，這就是正確的動作技巧。它將負重直接轉移到臀部肌肉上，慢慢降低身體，直到後膝距離地面幾英寸。用前腳跟用力，控制性地站起來，感受頂點的收緊感，這種收緊感才是關鍵。第1周，別擔心動作的深度，先讓自己適應平衡感。每側做3組，每組6次，每次動作下降時保持3秒。第2周增加到8個重複，開始做到完全深度。第3周做10次重複動作，在最低點停頓2秒鐘。如果有啞鈴，可以用與前腿相對的那只手握住啞鈴，即使是輕量的10到15磅啞鈴，也會完全改變訓練刺激，迫使你的臀部更加努力的工作，以穩定並推動動作。如果剛開始覺得平衡有困難，可以用1根手指扶着牆壁，稍微扶着以保持穩定。別為了圖省力而破壞動作規範。保加利亞分腿蹲能做到大多數動作做不到的事，它增強單腿的穩定性，這正是你所需要的那種力量。這能讓你在日常生活中避免绊倒、失去平衡或膝蓋嚴重受傷。單腿的穩定性直接關係到下一個動作，後者則採用了完全不同的站姿。但這個動作從他們一生中很少或從未鍛鍊過的角度，針對同一塊肌肉。腿上綁彈力帶，側邁幾步，看似簡單，這有多難呢？比看起來要難多了。側向深蹲行走讓你的臀肌在側向工作，而這一方向幾乎被所有傳統鍛鍊忽視。你的臀部肌肉不僅僅是用來向前推動你，它們在側面穩定你的臀部，保持膝蓋的正確對齊，並吸收來自各個方向的衝擊力。研究表明，側向阻力帶練習被認為是激活臀中肌最有效的訓練動作之一。這塊肌肉負責髖部穩定和膝蓋保護，但大多數人都忽略了這一點。阻力帶的位置和深蹲的深度改變一切。彈力帶位置應該在膝蓋上方，而不是腳踝處。你需要在整個動作過程中保持半蹲不變。
你一站起來邁步就失去了張力，你失去了肌肉激活，就失去了整個目的。將綁帶放置在两膝正上方，雙腳與臀部同寬，腳尖微微朝外，保持胸部挺直，核心收緊，將臀部向後推入1/4蹲姿，刻意向右邁出一步，同時始終保持蹲伏姿勢。用左腳跟上，保持足夠距離，以維持彈力帶的張力。每個方向8到10步，千萬別讓膝蓋內扣，走步時也別站起來。第一周使用輕彈力帶，每側3組，每組8步。第二周完成10步，每一步動作控制持續2秒。第三周中等阻力帶，12個動作步驟，每走4步暫停3秒，徹底消除慣性。最被低估的臀部鍛鍊動作，上台階這一簡單的動作無需任何設備，而且也不複雜，是你身體能夠實現的最直接且有效的臀部激活方式之一。美國國家力量與體能協會的研究表明，正確執行的踏步練習能夠有效激活臀大肌，其激活水平甚至相當於高負荷硬拉，而且不會對脊柱造成壓迫或對關節產生過大的壓力。但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的是，只有当你用腳的正確部位用力推動時，這個動作才能發揮作用。大多數男士是用後腳蹬地來發力站起來的，這是小腿鍛鍊，不是臀肌鍛鍊。全部力量必須來自前腳的腳跟。如果你感受不到發力，那就是在用後腿代償了。通過在發力之前將後腳懸停在地面上方來糾正動作，找到一個高度在膝蓋與大腿中部之間的台階或堅固的椅子。整個前腳包括腳跟都要平放在表面上。在你推之前，髖部稍微前傾，這種前傾使負荷直接作用於臀大肌。用前腳跟發力，在頂端用力保持1整秒，再慢慢下降，下降過程持續3秒。真正的肌肉發力發生在下降過程中。第一周使用低的支撐面，每條腿做3組，每組8次。重點用腳跟發力，臀部頂端收緊。第二周將支撐面提高到膝蓋高度，每側做10個重複。第三周每隻手各拿1個啞鈴，保持同樣緩慢的3秒下降節奏，完成12次動作。許多男性都做過臀橋，但幾乎沒人做得正確。標準臀橋是針對臀大肌最有效的地面鍛鍊之一，能夠直接激活臀大肌，無需器械，無需負重，僅靠你的身體和地面，以及一種使臀大肌處於最強發力位置的動作模式。當正確執行時，能夠更有效地激活臀肌。接下來是大多數男性在健身房多年追求的訓練動作，但大多數人忽視了這一點。動作準備在鍛鍊開始之前就已經毀了效果。腳離身體太遠了，臀部抬起過快，下背部離地拱起，這樣會讓臀部卸力，卻把負擔轉移到了脊柱上。你的雙腳要靠得足夠近，指尖才能剛好觸碰到腳跟。用腳跟發力，而不是用腳趾，並且在臀部尚未離開地面之前先收緊臀肌。請仰臥，雙腳與臀部同寬，雙腳距離足夠近，指尖剛好碰到腳跟。用力踩腳跟，抬起臀部，直到身體從肩膀到膝蓋保持一條直線。在頂部用力收緊，保持2秒鐘，用3秒鐘的時間慢慢向下。這段下放動作實際上是肌肉大量發力的階段，別着急。第一周做3組，每組10次，掌握腳跟發力和頂點收緊。第二周做12次，每次在最高點保持2秒的靜止。第三周在膝蓋上方繫上阻力帶，並在整個動作過程中保持膝蓋輕微向外推。只要加上這一點，臀肌的激活度就能翻倍，其他都不會改變。魚踢這個動作名聲不太好，大多數男性認為這是女性才做的運動，這正是大多數男性臀肌薄弱且發育不足的原因。摒除偏見，關注動作原理。魚踢動作可以讓你的臀部在對抗重力時得到完全伸展，這正是臀大肌產生最大收縮力的最佳位置。這個列表中沒有其他練習能以同樣的方式孤立那個特定的範圍。美國運動委員會 American Council on Exercise 的一項研究測試了20種最常見的臀部訓練動作，魚踢動作在臀大肌激活程度測試中排名前5，無需器械，無關節壓力，沒有借口。但這正是大多數人忽略的地方，是下背部在發力，而不是臀部。腿向上擺動，下背部拱起，而臀大肌幾乎沒怎麼發力。
關鍵是要在整個動作過程中保持脊柱始終處於中立位置。如果你的下背不再動，那你的臀部肌肉就沒有在工作。先保持脊柱穩定，然後移動腿，開始四肢着地，雙手放在肩膀正下方，膝蓋正對臀部，收緊你的核心，背部挺直，保持脊柱中立，不拱起也不塌陷。保持膝蓋彎曲90度，用腳跟用力向天花板頂起，大腿與地面平行時停下。在頂點時，臀肌用力緊縮，並保持2秒鐘，慢慢往下放，動作間膝蓋別着地。正是這種持續的張力，讓這項練習有效。第1周，每側3組，每組12次，專注於脊柱正確位置和頂點收縮的效果。第2周，做15次，每次在最高點保持2秒鐘。第3周，如果有的話，可以在雙腿大腿部綁上阻力帶或佩戴腳踝負重。12次，每次保持3秒。額外的阻力使得一個自身體重動作變成了一個強效的臀部鍛鍊。你現在掌握了5個動作，可以全方位鍛鍊臀部肌肉。單側力量、側向穩定性、功能性力量與雙重激活。一次孤立的肌肉收縮，滿足你臀部所需，避免關節不適。強壯的臀肌改善外觀，提升運動表現和保護能力，而且能夠持續更久。現在你已經完全掌握了如何無需做任何傳統深蹲即可構建它們。大多數男人在這個問題上訓練了多年，你就是直接針對它訓練。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這些鍛鍊是否有效了，問題是你是否真的足夠堅持讓它們發揮作用。這才是真正的關鍵。關注我們的課程，以獲取更多專為50歲以上男性設計的訓練內容，沒囉嗦，沒泛泛的建議。訂閱並開啟通知鈴鐺，每周都有新視頻，我們視頻裡見。